各位道友，大家好，我是老人。上一期我们讲了手臂悬后位的肌肉啊，那么这一期把手臂剩余的部分讲完。在讲悬前位的肌肉之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肘关节的结构是怎么样的。我这画了一个肘关节的细节图啊。肘关节杭州话叫仰塞宾尔。不知道各位道友家乡话肘关节叫什么？欢迎弹幕评论区留言啊。好，这是一个悬后位的肘关节啊，桡骨和肱骨是平行的。那么这边是外侧啊，这是外上髁，这边是内侧，这是内上髁，这边正面，这边是背面啊。然后在我们上臂骨这个肱骨的远端或者说末端啊，有一个这样一个球形的结构。这个叫肱骨小头，然后边上还有一个这个滑轮状的结构啊，这个叫滑车。滑车连接的是我们的耻骨啊，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两个侧视图。耻骨前面有一个凸起叫冠状突，耻骨后面的凸起叫鹰嘴突。冠状突和鹰嘴突呢，形成了一个月牙状的凹槽啊，这个凹槽呢叫滑车切迹。它们和这个滑车连接在一起。滑车切迹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凹槽和滑车完美的咬合在一起啊，我们就可以理解为这个滑车关节，它们形成的滑车关节是一个非常稳固的结构。它们只负责我们耻骨，也就是我们前臂的屈和伸。好，我们再来看肱骨小头，它下面连接的是桡骨头啊，桡骨头的顶端是有一个凹槽的，连接到这个球状的结构里面。然后桡骨头的侧面有一个环状的结构，这个环状的结构呢，会和我们耻骨这边的侧面，这有一个耻骨的桡切迹啊，我这里画了，在这儿啊，会贴在一起。当我们的桡骨做旋前和旋后运动的时候呢，就会顶着这个球状结构，然后边上贴着这个桡切迹，在这旋转啊。但是无论它如何旋转跳跃，我们的耻骨都是不动的。那么肘部就这三个关节啊，球状关节、滑车关节以及桡骨和耻骨之间的车轴关节。好，那么我们现在要画一下怎么把这个骨骼啊简化之后套用到我们之前方块人的那个手臂里面去。这是一个圆球，代表肩关节，然后上臂的圆柱，肘关节的圆球，前臂的圆柱。注意一下比例啊，这边大概是1:1，中间这个是大概1:1。然后这里还有个手腕的球体，手腕的球体呢是夹在里面的，因为这里其实是一个椭圆形的关节，椭圆形的结构。好，现在画骨头，大概在我们这个肩关节中间的位置啊，是我们的股头，画成一个球，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是接在肩关节上面的啊，然后下面有根棍儿。这是一个三角形，这下面接一个三角形，然后这儿靠近外侧有一个圆球，中间的位置是一个滑轮，靠近中间的位置是一个滑轮，啊，
把这个形状弄一弄，这边稍微短一点，离得近一点，然后这边这个外侧髁呢，它的圆稍微大一点，内侧髁呢离得稍微远一点，尖一点。啊，这样我们肱骨的关节就画完了。啊，有能力的话呢，把肩胛骨也顺便画一下，但不是强求，不强求啊，不是硬性要求，有能力的画一下。我这先补充一下，肩胛骨。然后这有一个喙突，上面是肩峰，肩胛刚从这边过来，肩胛刚从后面过来，到上面去形成一个肩峰，然后这边是肩峰跟锁骨连接，有能力就画一下，对后面学习肌肉会好一点呢，因为这边会有肌肉过来嘛。肩峰的位置画的有点过了啊，肩峰的位置就是在喙突上面，在这个喙突上面，也就是这个球体啊，我们这个球体中线回去一点，大概那就是球体1/3的地方。这肩胛刚过来，肩峰在这儿上来，这是锁骨。锁骨第3段拐弯的感觉画一下。然后喙突这个头应该是朝下的。好，然后继续往下画呢，讲一个生理特征啊。我们的肱骨有一个轴线啊，把这个轴线画一下，这样下来。本来理解呢，是不是我们的耻骨就是应该沿着这个轴线往下长啊？但实际上不是的。实际上呢，我们的耻骨呢和肱骨之间呢有一个小小的夹角，就这有一个夹角，耻骨是往这儿长的，稍微往外长过去。那么男性的这个夹角呢，大约是10度，女性的夹角呢大约是15度，个体上有差异啊，女性会看上去明显一点，可能是15到20度啊。好，把这个线先擦掉。这个角度呢叫提斜角。我们就画一下，我们的耻骨呢是上面大，下面小，画成一个直线就好了。然后画出一个上面大，下面小的感觉。啊，在末端呢，它有一个耻骨茎突，末端画成一个球。末端我们简单的画成一个球，然后在这个球的后面靠近内侧有一个小小的凸起，啊，这个就是耻骨茎突。然后我们的桡骨，等一下，这个稍微再改一改。啊，然后我们的桡骨是上面小，下面大，也可以画成一个直线啊，但是下面是画慢慢大起来，然后有一部分是连接到耻骨上的，在这外侧呢也有一个茎突，桡骨茎突，啊，形状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这里是手腕是一个椭圆形的关节，手腕是一个椭圆形的关节。
然后我们刚刚是不是讲上面这个地方有一个耻骨的桡切迹啊，在下面桡骨这个上面有一个桡骨的尺切迹啊，是这个它这里会凹进去一点，然后因为这下面是凸起来的嘛，那么桡骨这个地方会凹进去一点，然后桡骨做旋前运动的时候，它会贴着我们耻骨的这个圆球的边缘啊，下面这个边缘这样转到另外一边去啊。好，再把旋前位画一下，复制一下。把桡骨擦掉。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啊，当我们的桡骨旋转到前面去啊，然后使我们的手背完全朝前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肱骨是会发生一点点向外旋转的啊。那么肱骨旋转了，就会带动耻骨向外旋转啊，这是实际上的情况啊。那么为了这边画起来方便一点，我就假装它是一个骨骼惊奇的体修的手臂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肱骨不动，耻骨也不动，但是手背可以朝前啊。转到前面来，实际上我们的桡骨是有点弯的啊。但是如果为了方便画直的也没关系啊。桡骨茎突，这边这样，手腕到这儿来了，中间重叠的部分擦掉。好，虽然我们假定它这个肱骨和耻骨没有旋转啊，但实际上呢，它们是发生了旋转的。所以我们这里呢稍微讲究一点，就是把这个耻骨的茎突啊，因为它旋转了啊，茎突它就会往这边外面出去一点，它就会跑到这边来一点。啊，道友回去修炼的时候啊，可以把这个画一下啊，找一个手臂骨骼的参考啊，把骨骼这样简化的画一遍，然后把表层的肌肉自己梳理一遍。那么这个画大概2、3遍啊，然后把肌肉和骨骼记得差不多了，就可以尝试转体啊。那么转体比较重要的其实还是肘关节这个部位啊。那么肘关节有没有什么简化的画法啊？其实是有的啊，有的。我们先把这个下面这些结构啊理解成一个圆柱。然后这个圆柱上面呢有根棍儿，然后这儿呢有个三角形，它连接在一起。啊，然后这边呢大一点，这边长一点、尖一点，把这个外轮廓稍微弄一下。这边小一点，这个圆稍微小一点，这边圆稍微大一点。啊，圆柱我就不需要了。前置画好了。对于我来说呢，这样的资讯就够了啊。你看这边是外上髁，外上髁的上棘，这边是内上髁，
内上髁的上棘，肌肉怎么附着，就都在这上面了，是吧？那么有些道友可能看不明白啊，那我稍微把剩余的结构补充一下。把这个结构补充完整。就这儿是一个球状结构，对吧？这有个球状结构，然后边上在这个中轴线附近有一个滑车、滑轮。啊，把不需要的线擦掉。现在看上去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一点？这样是不是就比较容易理解一点啊？把这个稍微往中间移一些。就是这边少一点，这边多一点，差不多这样，就是这种感觉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就可以把前面的骨头画出来，对吧？把骨头画一下。桡骨茎突，这边过来，耻骨茎突，啊，中间是手腕，下面有个掌骨，就随便画一下吧。大拇指。然后我们肌肉这边上面是什么？肱桡肌。这边外侧尺侧腕屈肌。它会连接到后面的锁骨，啊不，连接到后面的耻骨会连接一点，它从后面过来的，有一部分在前面，看上去从这里看是有一个翻折的样子的，这样有一个翻折的感觉。然后这肱桡肌啊，然后中间这还有什么？这有个桡侧腕屈肌，从这个上面，这里是一个屈肌联合肌腱，共同肌腱啊，在这儿，要过来。啊，中间还有什么掌长肌，到中间来，啊，其他一些肌肉我就不画了。然后这儿有一个旋前圆肌，
前缘肌啊，然后这下面骨头上这里有个出笼，这里有一个出笼，在耻骨的出笼上是什么？公肌，连接过来。那么公肌，把这个坡面画一下，它是这样感觉这样一个坡面，对吧？我们肱桡肌的坡面还是这样子，差不多是这样子一个坡面，从这边连出来的。这边这个坡面，这种感觉啊，然后桡骨出笼上面是肱二头肌，连接过来，把这遮住一部分啊。这种感觉。啊，我这随便画一下啊，就相当于抛砖引玉吧。然后我这个手臂其实是这样直接推导出来的。实际上我们自己画的时候，应该是先画一个就是几何体的一个轮廓啊，然后再去推导里面的东西。这样的话会看上去美观一些啊。好，绕了一大圈啊，我们现在继续回来，把旋前位的肌肉梳理一遍啊。先来画肱二头肌啊，它是从这边喙突有一个短头，有一个长头，从这边鱼上结节后面绕到这个上面来，从这边出来绕到这个上面，这样下来，然后结束在桡骨出笼，再画一下，这样过来结束啊。然后因为这个桡骨啊，它不是旋转了嘛，所以它会把这边肌肉往里面顶一下，所以这里呢其实会鼓起来一点啊。相对于这边会鼓起来一点。啊，它上面有一个缝。那么这边鼓起来呢，就会把后面的这个公肌啊给挡住，对吧？啊，把三角肌画一下。三角肌连接到这边肱骨中间的位置。这边注意，这边还留一个小三角形。插进去。这里面还有一个背阔肌，这个背阔肌。画一下，然后后面的肱三头肌还是能看到的，从外面这边过来，然后肱三头肌下面这个内侧头可能就看不到了啊，被挡住了，这边还是能看到的，长头还是能看到的。
然后因为肱二头肌它不是往这边转过去了嘛，所以这边肱肌就能看到多一点。肱肌是连到这下面耻骨上的。这样子画一下。被挡住了。颜色画的深一点啊。好，然后是下面这个肱桡肌。肱桡肌是跟着我们这个大拇指这边走的啊，它是连接到大拇指后面的桡骨茎突上，它这边会发生一个转弯。紧跟着肱桡肌后面的是桡侧腕长伸肌。它是连接到这边手腕上的，前面的手腕上的。然后跟在它后面是桡侧腕短伸肌，两个都是连接到前面的手腕上。好，这边它们中间夹着什么？拇长展肌和拇短伸肌。连接到拇指上的。这样画两条吧。好，跟在桡侧腕短伸肌后面的是指伸肌，是比较长的一个肌肉，比较大的一个肌肉。它们都是从这个外上髁的伸肌共同肌腱出来的，从这边后面出来的。它的肌腱在手背会分成4个，连接到指骨上。跟在它后面有一条很小很小的肌肉，叫小指伸肌，非常非常小，连接到小指上。啊，然后是尺侧腕伸肌。这样连接手背的肌肉就都在这儿了，表层的啊。这边内侧肱桡肌这边内侧最上面出下来的有一个什么旋前缘肌，对吧？把这个桡骨拉过去，它从这上面下来，从这出来，会遮住一部分的二头肌。然后是桡侧腕屈肌。
侧腕屈肌。好，这边旋前位的肌肉就在这儿，然后画下背面。由于我们是假定这个肱骨不旋转的啊，所以背面看的话，这个肱三头肌和这边是一样的。然后它3个头嘛，啊，这个是外侧头，从这开始，这边是长头，然后内侧头是这么大的一个，然后共同连接到鹰嘴突上的肌腱，共同连接到鹰嘴突上。就这样先画一下，跟这边画的一样就好了。外侧头，内侧头，长头，会被背阔肌遮住一部分，啊不会遮住背阔肌一部分。然后把三角肌画一下，肩胛冈的1/3，从后的1/3开始。这边肱骨的一半。擦掉一点。然后下面先画屈肌群吧，他们是从这个内侧髁的屈肌共同肌腱出发的啊。先画这个尺侧腕屈肌，尺侧腕屈肌从这个肌居群出发，然后它有一部分会连接到这个鹰嘴突，然后到尺侧的手腕。然后这边外面是桡侧腕屈肌，桡侧腕屈肌，那么中间夹着一个掌长肌，掌长肌稍微小一点，连接到手掌中间。这边还有一个肘肌，
个肘击，然后先找一下肱桡肌，它从这儿出发到大拇指后面的桡骨茎突啊。我先把这边的一个外轮廓画一下，通过找肱桡肌把外轮廓画一下，大概是这样一个外轮廓。实际上肱桡肌是这样转过去的啊，从这边转过去只能看到一点点。紧跟在肱桡肌后面的是桡侧腕长伸肌，桡侧腕长伸肌也转过去，转到这边的手背。他们两个是在外上髁的上棘，然后外上髁下面的是伸肌的联合肌腱，伸肌联合肌腱上面先出来的是桡侧腕短伸肌，也是很小的，看上去比较小的，也是绕到前面去了。然后是小指伸肌，小指伸肌太小了，就不画了，画一个那个指伸肌。紧跟着是尺侧腕伸肌，蓝色，这边尺骨有一个分界线，就是伸肌和屈肌的分界线。这边会看到一个尺骨茎突，啊，骨性凸起。好，那基本上肌肉就在这儿了啊，肌肉的梳理就这样完成了。由于我不想把视频做太长啊，所以手臂的素体化这期我就来不及讲了，我把它放到手臂和躯干连接的那个视频里面去讲啊。然后1、2个视频啊，也肯定不能把所有问题或者所有内容都解决啊。那么我们就放到后面的练习视频里面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我们下期讲头部啊，后台私信和评论区有道友希望我先讲头部，那么下一期就讲头部。有时间的话把头和头颈肩讲一下。你看我们人体就是这么拼起来的，头颈肩，躯干加手臂，躯干加胯加腿，就是跟拼手办一样，这样一点一点拼起来的。好，那么这期内容就到这里了。散修修炼不易啊，还请各位道友点赞、关注、转发支持一下。山高水远，我们下期再见。